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精神内耗这个话题，俗称想太多。高中那会儿啊，大家应该能发现，学习好的女生考试前特别容易焦虑。我同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有次数学考试前，我还开导她，后来成绩出来，她趴在那儿情绪低落，我又好心安慰，一次考试不代表什么，错了才会有进步嘛。她做起来，我看到她考了134分，当时就把自己89分的试卷藏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每次考试前我也开始焦虑了。我觉得十有八九的小伙伴多少都会有点精神内耗。举几个例子，小时候幻想自己将来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，纠结的要命；谈恋爱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没回消息，开始胡思乱想；工作了，稍有差错就过分自责，担心同事告状，领导处罚。所谓内耗的状态，内耗是需要消耗精力的。你想，别人100%的精力都用在做事上，而你先内耗了50%，行动力自然就低了很多，对吧？长期以往，内耗引起的焦虑、自责、精神疲惫会严重的拖垮你的人生。精神内耗的人都会有几种表现，咱们从内外两个维度来看。在做事上，一犹豫不决，就像蒙选择题一样，选 A 还是选 B 呢？二容易被影响，比如下雨了、堵车了，都成了影响发挥的因素。当然，别人的话更容易左右你的决定。三行动力降低，内耗占用了50%的精力，行动力自然比别人差。四注意力分散，因为大脑高度紧张，想法一个接一个，就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。五累，出门穿什么挣扎很久，中午吃什么饭不停的纠结，这样不累才怪。在情绪和精神层面上，一紧张，我以前遇到事儿总是紧张，手抖得跟帕金森一样。二焦虑，大脑容易往不好的结果想，焦虑不安。三自卑，内耗会让你觉得能力不足，掌控感消失，变得自卑。四情绪低落，内耗导致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，影响情绪，而情绪又会促进内耗，恶性循环。我看了很多写精神内耗的文章，在原因这块说什么的都有，比如内心敏感、不自信、要求高等等，我觉得没有深入到最底层，而底层原因可能是下面2点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类大脑左右分工不同，左脑决定逻辑思维，比如数学、语言、逻辑推理等，比较理智；右脑倾向于艺术思维，比如绘画、音乐、情感、创造力等，较为感性。世界上大约70%的人倾向于用左脑思考，这类人的认知方式就是通过五感，注重有理有据的事实信息，也就是更关注已经发生的事儿。而剩余30%的人倾向于用右脑思考，这类人相信第六感，善于捕捉零星信息，发散思维。他们会多项思考，每个事物不同的侧重点，想到更多的可能性。想得多，自然耗能多，但这类人也有很明显的特长，考虑事情比较周全，未雨绸缪，而且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更有天分。2个典型的人物，梵高、莎士比亚都是用右脑思考，所以不要过于担心内耗，没准你是下一个艺术家。当然也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想得多不代表做得多，因为大脑思考时会考虑成功和失败2个结果，如果概率是一半一半，由于损失厌恶的影响，大脑更倾向于不去做，所以精神内耗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拖延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什么情况下容易内耗呢？如果一件事你能轻松应对，肯定不会内耗，对吧？但当一件事你没有经历过，很陌生，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，就会想该怎么做，做不好怎么办，内耗就产生了。没有经历过，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，这种恐惧感往往是自己吓自己。我们大脑中有一种工具叫延伸记忆，就是说我们做过的事儿、获得的经验，大脑会记下来，加强到延伸记忆里，之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方便调用，应对这种恐惧感。但内耗的人因为延伸记忆相对薄弱，难以对抗恐惧感，就形成了一个内耗怪圈。一遇到陌生情况，过度思考放大了恐惧感；二恐惧感又需要调用延伸记忆来对抗，但内耗的人延伸记忆薄弱，造成拖延或者逃避；三逃避的结果是延伸记忆不但没有加强，反而越来越少，下次遇到又会产生更大的恐惧感；四久而久之，内耗越来越严重，也就形成了焦虑、自卑等不良情绪。虽然精神内耗的人有一些独特的优点，但它引起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。下面通过我整理的4个方法，给大家一些亲测有效的建议，让你尽快摆脱精神内耗。话不多说，咱们上干货。内耗的人都是发散思维，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出其不意，关注的点也是天马行空，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聚焦，防止思维跑偏。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提到2个概念：影响圈和关注圈。关注圈是指我们日常关注的事儿，比如家庭、天气、健康、事业等；影响圈则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影响或者改变的事情，比如学习成绩、工作表现等等。
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提醒我们关注自身能控制的方面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控的方面。比如你想升职加薪，就把注意力聚焦在影响圈，努力做业绩去影响老板。相反，如果把目光放在关注圈，抱怨老板不赏识自己，只会浪费时间精力，不断内耗。要减少内耗，我们就要把注意力聚焦在影响圈，找到核心要务，以此为中心，有条理的多项思考。可以借助思维导图，列出哪些是可以改变的，重内关注；哪些是不能改变的，不去纠结。这样影响圈就会越来越大，关注圈越来越小，内耗自然也减少了。精神内耗会消耗我们的精力，降低行动力。但是如果行动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内耗的空间会被压缩，因为精力转移到正在做的事情上，所以马上行动也是降低内耗的有效方法。提高行动力的方法咱们之前讲过很多，这里再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可以从下面2点着手。一、启动越简单越好。上面咱们知道，内耗的人往往难以对抗恐惧感，如果一个事情越复杂越困难，恐惧感就会越强烈，自然也迈不出第一步。所以启动越简单越好，最好控制在2分钟以内。没错，就是2分钟。你想啊，2分钟能干什么？也就是看1页书，记2个单词，做5个俯卧撑，这么简单就不会有恐惧感了。而且一旦启动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停止，会继续下去，超额完成。这样一来，满足感和延伸记忆都得到了加强，下一次启动会变得更容易。2、好好犒劳自己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得不到反馈而半途而废，特别是一些需要长期作战的事情，比如健身，体重秤上的数字就是不降，过不了1个星期你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再比如看书，以前打死我都不看，后来利用取别针策略，每看完1本我都奖励自己100块钱存起来，书就变香了。既然精神内耗的人习惯用右脑思考，那我们就锻炼右脑，让它变得强大。这里也有3个方法。1、脑电波放松训练。大脑会产生4类脑电波，其中阿尔法脑电波是一种放松性警觉状态，能促进灵感，加快资料收集，增强记忆，帮助我们轻松高效学习，同时也是右脑高效学习最关键的准备阶段。如何进行脑电波放松训练呢？说的这么玄乎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闭上眼睛，听轻松的音乐，然后想象宁静的场景，另外冥想、深呼吸也可以。2、思维图像训练。右脑的理解和记忆更多的是以图像的形式来进行的。思维图像训练就是发散思维，在大脑里形成2维或者3维图像的能力，比如几个不相关的词，通过想象串成一句话，形成一个故事或者图像。3、观察训练。右脑是潜意识处理信息，也就是善于捕风捉影。比如我们看一个茶杯，1分钟后闭上眼睛，在大脑里勾勒出茶杯的形象，越具体越好。或者我们在路上看快速行驶的汽车车牌号，回想具体号码，这样都可以增强右脑处理信息的能力。精神内耗的人容易有自卑、焦虑的负面情绪，而这些也会加重精神内耗。美国心理学家爱丽丝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，就是说事件 A 只是引发情绪 C 的间接原因，而导致 C 的直接原因是你对事件 A 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信念 B。所以情绪问题的根源还是我们自己。同样一件事儿，你有不同的态度，就会有不同的情绪和结果。比如开头我的同桌考了134分还情绪低落，可想而知，下一次考试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相反，89分的我觉得考试就是帮助自己发现不足的地方，虽然不足的地方有点多啊，但通过查漏补缺，下次就会比这次更好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之后我也慢慢能考120分左右了。所以转换一下思维，把消极负面的信念转变成积极乐观的信念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象。好了，4个方法都分享完了，每一个都简单易行，而且亲测有效。铁子们如果觉得不错，3连就不要下次一定了，如果还不行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精神内耗并非都是缺点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既然想得多，不如就用正确的方法想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事情。而且一旦准备改变，你就会发现恐惧其实是自己吓自己，负面情绪也完全没有必要。所以现在就提高行动力，听个安静的音乐，训练右脑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